谢谢，快坐。哎，得了，受累了。谢谢啊！是不是有人差点坐地下啊？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。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。舌尖。不来了。行了，这一期满盘也没多大功夫，净剩给你们起哄了啊！赶明单拿出一期来啊，就说定场诗。那有什么好的呀？唐诗宋词鉴赏晚会啊，挺好。这个现在还有地儿说书，我很开心。尤其这回跟平台合作，优酷一气儿要了4个评书啊，这三国头一个，我估计说不到哪儿。你想，这说了快一半了哈，这董卓还没死，我都觉得怪对不起他们的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小儿子还小，我得指着这个玩意儿把他养大啊，等他娶了孙子媳妇了呢。估计就能说到甘露寺了，就不是诚心。为什么呢？说出这个玩意儿，汤跑梁子，那一天就都说完了，没有意义。听了就听这犄角旮旯啊，这碎刀劲儿，给大伙儿掰开了揉碎了啊。也谢谢您各位的理解，因为现在说三国跟过去说三国不一样。过去那先生说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我们还有好多老先生，三国里边加了一些个不是三国里边的东西。那当年一说清末呀、民国的时候，大伙儿也爱听，但是现在不行了，你观众素质也高，也不好骗。那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说三国其实是研究三国。你包括这个，你看您很少听到我说那些个很标准的评书的语言啊，两军阵前，两员大将，掌中一对大锤啊，一晃起来800来斤。两军阵前，马来马往啊！这一打300回合，我很少这么说，几乎《三国演义》里我不这么说，因为这个它不现实，真不现实。800斤，列位，你找一人我看看，800斤大锤，好家伙，俩煤气罐，那还打什么仗啊？那个是吧？它不现实。再有一个，其实按三国来说，那个年头，汉朝吧。他那会儿的1斤，相当于现在也就是220克左右，半斤都不到。关二爷青龙偃月刀，书上说叫冷艳锯，82斤，那82斤按现在来说30来斤沉。张三爷张翼德的丈八蛇矛，书上说50来斤，现在说就20来斤。赵云的亮银枪，那会儿说20-30斤，原文上说，那搁了现在10来斤儿，对吧？刘皇叔双股剑，原文上说6-7斤，现在说3斤半。那打仗打个6那个，对不对呀？再一个艺术这个玩意儿，它一说一乐，终归说书它不是真实的历史。前几期咱们也聊过嘛，马来马往，这儿骑着马，这儿骑着马，打过来，叮咣五四来2下，咵把马放出去，跑出去，再圈回来，这一个回合20来分钟。各位打300回合。打好几个月，那俩人不得饿死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约定俗成、程式化的东西，说书的这么一说，听书的这么一听，就得了，没人较真儿。但是现在说书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就观众素质也高，所以说要掰开揉碎了咱们讲。当然，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呢，可能您各有专家，哎，郭德纲你这就不对，这个是如何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啊，我好记住你。最起码下回录像不能让他进。哎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很多问题。这是开玩笑啊！谢谢各位提意见，因为人人都是记问之学，没有说一老生这种就是圣人的，没有，所有人都算上，多大科学家，多大的文学家、小说家，这个家那个家，您的学问哪来的？俩字儿，记问，啊，就是一个就是看书呗，这句话有用，记下来了。
这不懂去问老师去，老师告诉你了，就这么2条道，除了记问，你没有别的求取知识的渠道。所以说，人人如此，就看谁勤奋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书接上文，接演《三国演义》，终于凤仪亭闹完了，闹了好些日子了，我都觉得闹心得慌。现在行了，董卓啊，带着貂蝉，人家2人世界了，到他的梅屋去了。他们这一走，两旁边站着文武群臣，欢送董太师啊，一路平安。到那儿来信，早去早回啊，这都是官样文章。在人群里边站着吕布、吕奉先，哎呦，百感交集，又恨又恼又委屈又吃醋啊，这点东西揉在一块儿，这人死了心都有。尤其是这轿子打跟前一过，跟貂蝉四目相对，这个眼神是可以杀人的呀。为什么呢？他把话说出来了，我想怎样，如何如何，说完之后就这几句话，他拿眼神跟你交流沟通，他那个话是你自个儿琢磨出来的，这个杀伤力就大了。我告诉你那个不重要啊，我准备啊拿小棍儿打你一下，把你打死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但是我拿眼神告诉你，你自个儿就得琢磨，迫击炮吧，机关枪啊，你想的会很丰富，因为你比我了解你自己，这个杀伤力很大啊。人家都走了，就剩傻小子站在这儿了啊，委屈。身背后有人冲着肩膀这儿拍了一下，一回头，王允该他出场了。因为整个这个故事，这个计策，王大人设计的，而且非常圆满，一切跟他想象的都一样。但是这会儿呢，也不能乐出声来，那就容易破了案了啊！表情上还是很沉重的啊，怕将军，你怎么不去？多损呐！多损呐！啊，你怎么不去呢？吕布心说：“那让去早去了呀！啊，他不让我去呗。寒舍一句吧，怎么呢？上我那儿去，咱们喝2杯，喝2杯聊聊天，我要害你了。这句话不能说出来，意思就是这意思呀。啊，跟我走。吕布最大特点就是听话。好的，去吧。到人家家了啊，俩人这儿坐着。那会儿吃饭都是一人一摊儿，哎，这对联儿，这摊儿是王允，那摊儿是吕布啊，吃的喝的全摆齐了啊，坐在这儿，请吧，喝酒，喝了2杯，吃了几串，请原谅我哈，才疏学浅，那个饭局我也没赶上。谁知他们吃什么？也就花生毛肚是吧？烤个腰子呗是吧？不管他吃什么，反正一大桌子，连盘子带碗都码满了。吃饭不重要，为了说话，喝了几杯，说了点这个不咸不淡的话。王允把杯子撂下来，这句话就是开始你的表演了。啊，要开始害人了。吕布还问人家呢，为何叹息？我救不了他，他缺心眼儿，你知道吗？但凡换2一个人，也不可能发生这个故事，必须是吕布啊！还问人家舔着脸啊，怎么的了？为什么叹息呀？王允这个戏很足啊，眼瞅着眼圈都快红了。擦了擦，想不到老太师
做出此事来。夺吾之女，淫辱之妻，夺了我的女儿啊，淫了你的媳妇儿。这8个字一出口，吕布这脸呐，红不红绿不绿的啊？红是刚才喝点酒，绿是心情啊。说不出话来了，端起杯来，又周了一杯，撂下了。王允都不带看他的，哎，这一来惹得天下耻笑啊！笑也不是笑旁人，你就这眼睛啊，看着房顶子。吕布就做了对脸，都不搭理你。笑也不是笑旁人呐，笑的是允与将军儿，让人笑话，人没笑话别人，就笑话咱俩人儿。这个话说的啊，允是自己，允老而无能，何足道哉？我呀还不重要，这岁数了，我还能怎么着对吧？笑话我活该，我认头了啊！可惜的是将军，盖世英雄，受此奇耻大辱啊！这还不如过去给吕布来俩嘴巴呢，啊，那个还好受点儿。就这话说的拐弯抹角的，往这心腹里边扎。开，吕布真急了，一抬手，啪，桌上这饭呢碗呢，哗撒一地。王允看的这个状态，心里边又惊又喜，喜的是傻小子上套，看来他恨上董卓；惊的是你砸我的东西干嘛呀？那盘子碗，刚烤的串大腰子，花生毛豆，我的毛鸡蛋啊，吃的太全乎了啊！当然这是开玩笑啊，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啊。王允很高兴，怎么呢？我那话没白说呀，他能在我家里把桌子周了，说明他同意我说的话啊。但是王允坐在这儿很踏实，哎，此事忍了吧？哎，别闹啊，别闹！哎，你就认头吧，你就那样挺好。哎，甭管是翠绿还是墨绿，你就那样吧。哎，以后你就是吕布了，可以了啊！哎，你看，这是王允给他起的外号啊。你想啊，打送完貂蝉回来，不就喊吕布吗？哎，不是他起的，我给他起的啊！哎，忍了吧！腾楞一下子，吕布站起来了。我忍不了，忍不了啊！我一定要杀了老贼，放血我心中之恨。我得杀了他，要不然这口气我出不来。王允站起来了，将军。将军，切勿高声，累及老夫。心里都快乐出声来了。哎，但是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你会连累我的，可别这样息怒。劝他，可损了啊！那个主修刀难入鞘啊。将在这儿了，你别管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我要杀了董卓，但是自个儿说了一个但是，慢慢就坐下了。王允瞧着他，将军，顾虑何存呢？怎么就但是了呀？你想说什么呀？他与我有父子之情啊。恐后人议论。这几个字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。父子之情，他是我干爹，我是他儿子，
出了进去的，爸爸儿子这么叫着，天下人都知道。我把他杀了简单，这以后后代儿孙或者老百姓一传说这事儿不好听。王允差点过来啐他，怎么呢？你前面那个干爹怎么死的？啊，你杀人丁原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考虑这么些个呢？杀了多脆生是吧？把那个爸爸杀了，管这叫爸爸，那不是你干的事儿吗？心说这个人呢，品质恶劣。要不说王允聪明，要换别人，这茬就撂下了。也只能是，哎呦，还真是的哈，人家是爷儿俩，得了，以后找机会再说吧。要是这样一来的话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还得说是王司徒站起来了，将军，知己之时，父子之情何存？缺德缺大了。知己，听过前文书的您可记着，大闹凤仪亭的时候，吕布跟貂蝉俩人跟那儿搂着哈，像我爱你，你爱我的时候，董卓来了，这儿一翻脸，墙角那儿立着方天画戟，抓过来，我去你弟！拿这个追着吕布要扎死他，把这戟扔出去没砸着，拿胳膊一躺掉地下了。您还记得这前回书？这个过程叫制戟，把这戟扔出去吗？制戟。王允这话说的，制戟之时，他拿那个玩意儿别人弄死你的时候，你们那父子之情在哪儿呢？这话说的恰到好处，因为吕布在找一个理由。我不是不能杀他，我需要一个理由啊。一个要说服我，一个是给外人也得说服啊。王允这句话给的是时候啊，那会儿父子情在哪儿了？高兴了，好啊，既然如此，司徒大人，我的岳父还没忘这茬呢啊，我的岳父即将安出啊，出主意吧，我认头了，我要去把董卓杀死。王允乐了，哎，将军，不要一时冲动啊！此事还要再思再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不是拉抽屉吗？对，得叫瓷实了你。万一你自个儿一会儿说了不算怎么办呢？我得先替你说，哎，得了，算了吧，回再说吧。吕布一伸手，有打肋下苍啷啷啷，把宝剑抻出来了。吓王允一跳，怎么了？心说翻脸了，啊，破案了，看出要干嘛了吗？一愣神儿，吕布拿着宝剑在自个儿的肩膀这儿，擦，就这一下子，这血就流下来了。岳父，我以此为誓。你说你傻不傻？你犯得上吗？起誓，怕你不信。你看，哎，拉一大口子，这回相信了吧？啊，王允差点都乐了，啊，心说太信了，好啊，啊，哦，哎呀，这个将军呐，若服汉室，青史名标；若服董贼，遗臭万年呐。就这一下把这个事儿上升了。他这会儿他需要这么一句安慰啊，啊，你这个不是单纯的争风吃醋了，你这是为了国家。这个在这个情况下，就这两句话一说完了，吕布都觉得这事做得对，不是因为爱情啊，我是为了国家，为了社稷，为了百姓，为了天下的苍生。哟，我自己感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你看这玩意儿，天下的事成功不成功，就看你怎么运作。同样一件事也看你怎么说。啊，一种说法就是吕布为了天下百姓啊，为了苍生啊，决定杀董卓。那换个说法就是吃醋啊，为了一妇女，俩人打起来了。这儿定完了之后，
王司徒心里就踏实了。今天先送走了吕布，回过头来坐在屋里想这个事儿，不是小事儿啊，这还是小事儿吗？第一，这个董卓现在是权倾朝野，其实江山是他的，人家又有兵啊，又有权，20万西凉大军那是人家的人呢，勇猛善战，哪那么容易就把他杀了？还有一个，他现在在梅屋，也不在长安，当务之急得让他回来，就说要派人去到梅屋跟他说你回来，谁去？这个人他得心甘情愿去，他去就是骗董卓回来。谁能干这事儿？他到那儿去还得保证他不反把，就到那儿不管什么原因，他一害怕了，他把事儿全说了，这就完了。或者到那儿他不敢说，这事儿也完了，就得找着这么一个人，他得去，去完之后他说了，董卓还得信，信了之后还得来，来了之后还得诓他进来，我们才能杀他。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呀，你说着容易，真做起来这是大事儿。又安排了一顿饭，把朝里这些个文臣武将摘品级高的，摘那些个大伙儿说到一块儿去了，心一样的坐在一块儿，坐在一块儿没别的，各位来吧，打开通讯录，翻翻朋友圈，找这个人，看谁能去趟梅屋，诓他回来。大伙儿坐这翻呗，看谁呀？我就这形容一下啊，这样说您各位听得懂啊。翻来翻去，大伙儿摘出一个人来，谁呀？这个人叫李肃。因为在我说这三国里边，李肃已经休息了很久了。他上一次出场的时候啊，是去顺说吕布。他跟吕布是老乡，吕布还跟着他那个前面那干爹，跟着老丁那时候，李肃去的。你在这儿委屈你了，你把你这爹杀了，我带你认一新爸爸去。到那儿去，这事就成功了。吕布拿出宝剑来，把他干爹就杀了。然后李肃带着他投奔的董卓。董卓爱吕布爱的都不行了，赏这个赏那个，但是呢，对这个李肃没怎么赏，给了朵小红花，给了一个奖状，给一锦旗。所以说李肃呢心里边一直就不宣愤，我这么大功劳，我要不去吕布来不了，没有吕布你能有今天这个天下，你有这么大权力吗？论功行赏我也得升官发财呀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哎呀，心里难受啊，所以他有这个可能。大伙儿就分析这个人，都方方面面想周到了，想到最后，大伙儿说行，约他来吧，请他，派人请去了。李肃那是多聪明的人呢，你想啊，胆大心细啊，想当初他就赶上兵营里边劝吕布投降，那是一般人吗？到这儿来一进屋一看这状态，就知道有事儿，都是够身份的官员啊。你要说一进门8个说相声俩唱快板的，李肃就掏点零钱，好给你们了得了，这意思就不一样。所以一进门的也没说话，往这一坐啊，那意思我都来了，什么事儿呢？王司徒得主持这个会议，他得先说话。当然了，先得说董卓干过什么坏事，无外乎还是这点事儿：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夜宿皇宫，无恶不作，火焚了洛阳。这一路上百姓们受多的亏啊，当讲一遍。其实他说的这些个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但是说话得有一头啊，对不对啊？他不能一上来就是来喝的吃的，来你尝尝这个挺好，咱们杀人吧，这不行。他有一个步骤啊，他这说着呢，李肃就听着啊，一边听一边乐，点头啊。
听到最后这儿了，人家把话挑明了，所以相约肃公，这是个客气话啊，就是请您来了。一说到这儿呢，李肃就往前坐了坐，啊，这个态度就是来吧，我定哪摊儿，我要干什么啊？一看他这样呢，大伙儿就知道了，因为人从脸上、表情上是可以出卖内心的，没有别的。现如今为了匡扶社稷，我们准备诛灭董贼。人在梅屋，我们打算派您去假传圣旨，诓他回来，我们共灭国贼。说完之后，大伙儿就看着他。李肃这个态度很温和，好，点头就答应了。要不然说后来董卓吃亏呢，也是由于他办事不周道。当年李肃这么认真的给你打工干活，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立了功劳，相劝吕布来了，你觉得无所谓？无所谓，有所谓。你不知道谁就会恨上你，很多仇人都是你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，他是没到时候，到时候你就会清楚了。所以当下李肃欣然允诺，很开心，就是我终于盼到这天了。好，要去，那就准备吧，准备一切，大家要把事情全都说明白了，都分析了一下。这儿说好了之后，安排李肃赶奔梅屋。一晃啊，梅屋这儿董卓也住了一段时间了，最近老觉着不舒服，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老觉得心里头有事儿。我不知道您哪位是科学家，其实有的时候人的第六感觉还是挺准的。人身体对外界一些个东西的感知，有的时候虽说无法解释，但是它是存在的。啊，董卓老觉得这些日子浑身也难受，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，老觉得会有事儿，想半天也没事儿啊。这天晚上睡觉，做了个梦，梦见什么了呢？他在屋里边睡着觉，一会儿功夫啊，阴云密布，紧跟着有打天上来了一条金龙。这龙啊，好家伙，在屋里边飞呀，飞来飞去，就奔他来了。啊，大尾巴一甩，这金龙整个的就把董卓卷在身子里边了，越收越紧，觉得喘不上气儿来，哎了一声，醒了，一身的冷汗，这儿坐起来了啊，心说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无缘无故做这么一个梦呢？再躺下呢，就睡不踏实了，就活着到天亮，这儿起来，洗脸漱口啊，吃点点心，喝了点水，稍微的稳定了一下心神。外边有兵丁进来报，李肃到，求见。叫他进来吧，看见了吗？叫他进来吧。李肃在朝里边官也不低啊，连个请字都没有，就不拿人当人。叫他进来吧。是。兵丁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有打外边，李肃进来了，满脸那是喜气洋洋啊。这个三国呀，这个个是表演艺术家啊，进来了。恭喜太师，贺喜太师！啊，喜从何来呀？哈哈哈哈！太师请看，现有天子圣旨在此。哦，讲说什么呀？就没拿皇上当回事儿。圣旨来了，你得摆上香案，你得有一个香炉，你得先跟这儿先磕头，见圣旨如同见皇上，这是封建社会臣子的礼仪。他没有，还跟这儿歪着，说什么呢？啊，
就跟有人给他送晚报来似的啊。往心里去啊，请您回长安，请您登基为帝，让您当皇上。哦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哦，太师，什么事儿？都说你聪明，而且他们传说你会圆梦。我昨天夜梦金龙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哦，哈哈哈哈！李素是仰天长啸，您这个呀，大吉大利。禅让在后世其实就是抢夺皇位，我不要这个，玩了命的非让我当皇上，皇上得央给他呀。哎呀，这您来吧，我不要啊，来吧来吧来吧，不要不要不要。野草闲花遍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时休？抬头吴越楚，再看梁唐晋汉周。我才不跟你们玩呢，我有工作，老聊闲天谁给钱？其实聊闲天也很开心呐，啊，多好玩啊！你是鼓掌，你是打蚊子？这天一暖和了，棚里边有时有蚊子啊。我下回在这儿，我弄一个喷蚊子的药水儿，只要一来我就找一个厂家来植入，赞助一下啊！谢谢各位吧！啊，坐在这儿听我这儿瞎说，其实您各位文化水平都比我高。老说三国，老说闲白，人家有那个在家里边看视频的观众人不愿意。当然了，人家看视频的也没错，人家斥巨资充会员哈。你们也充了？充一次会员多少钱啊？充年卡，年卡多少钱？啊，一年才200多块钱。切！你要这么说，我吃亏了。听一年才花200块钱，哎呀，你们吃顿烤串还花好几百呢。这听一年，那委屈死我了啊！这么说，正文我又给多了。行了，别起哄了。其实有的时候愿意聊会儿闲天儿，为什么呢？聊闲天儿增进感情。前两天我还看他们网上说郭德纲利用说闲白儿，净说点后台的事儿，也不是，我没有别的可说的，我也没有朋友，人家喝酒也没人带着我去，跳大舞去也不叫着我，啊。什么上哪儿什么唱个歌，我这没去过。也别说没去过，那是什么叫 KTV 是叫什么呀？我去过一回，我这半辈子去过一回 KTV， 好惭愧哈。不是啊，行，去过一次 KTV 唱歌，还有一次，90年代末，他们有几个哥们儿非要领着我上蹦迪那地儿去过一回。这2件事我印象很深。在哪儿啊？是在五棵松，北京市那边是哪儿？有很大的一个什么蹦迪的地儿，我印象很深。一进去，好家伙，黑灯瞎火的，跟哪儿蹦的都不行了。就那个他那个音箱巨大无比，咣咣，哎呦，震得我那个心都快跳出来了。但是我也不会蹦，你像我那样能像蹦的吗？他们给我找一地儿，你坐这别动啊，他们就上那儿疯去了，我跟那儿睡着了。后来他们就不跟我玩了啊。唱歌那回是我跟我那经纪人，我们俩有一回啊，有一事儿，应该是晚上的事儿。晚上事儿呢，但是当天上午还有一个事儿。上午这事儿完了，我们俩找地儿吃完饭，下午还有几个钟头，就到晚上去工作那个地儿附近，没地儿去。哎，看有一唱歌的地儿，他说咱俩上那儿。我说没去过，来，就到那儿去了。然后坐在那儿，好家伙，小黑屋有电视啊，你看看你会唱什么吧。我一看我就乐了，好家伙，里边净地方戏。
这一下我可得意了啊！我印象特别深，他那个屋啊又闷又热，夏天。然后呢，我就把那门还打开了，他那空调不好使，门打开了，我就跟这屋啊这通唱啊。我那个经纪人呢，可能也起得早点，找一沙发歪那就睡觉了，我就一段一段接着唱。我就印象很深，他那个服务生啊，一会儿过来给我关一回门，是吧？啊。没有伴奏唱不了，啊，好像人家那意思就是别的屋还有客人呢，你这屋好家伙，一会儿河北梆子，一会儿豫剧的，谁受得了？就唱了那么一回啊。后来这事儿传开了，就再也没有人带我上那个地方去消费了啊。我想了想也没有意思，你关键他是卡拉 OK， 我是习惯于唱这个现场乐队。唱乐队的好处是你得跟着我走啊。我愿意怎么唱，你弦儿你得跟着我呀，这个玩意儿你得跟着机器走，那凭什么也不干？所以去这么一回啊，各位见笑啊，以后有这事儿别叫我了啊，不跟你们玩去啊。见三国，上回书咱们可是说到啊，哎，你们讲理不讲理啊？不对，我问你们，咱们说到哪儿了？你们再说忘了，我自个儿我记着呢，我用你们忘了。再来一遍不行啊！再来一遍，我说的跟刚才不一样。李肃带着黄王圣旨去面见董卓，这一见面啊，这董卓都没起来，一直就跟这儿歪着啊。李肃跟那儿一说这个事儿，这个圣旨下来了啊，说是请您即刻还朝，登基坐殿。天子说了，要把江山让给您。还是挺开心的，心心念的就是这点事儿，没有机会，没有节骨眼儿。虽然说我可以过去一扒拉皇上，躲着，啊，这座归我了。但是到这个身份的时候又不能如此，还是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、名正言顺的这么一个说法，我才能当皇上啊！这些日子还想这个事儿了，哎，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了，把江山让给我，很开心。王允怎么说呀？你就看出来了啊，就王允的身份。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说请上家吃饭来，董卓一叫就来了。他很在乎朝里这些个群臣。你当皇上，你不能一个人当皇上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大的金殿就你一个人，门口台阶坐着吕布，爷俩人给博物馆看页的，可不就是吗？啊，也是需要文武群臣，也不能都杀了呀，需要，所以很在乎王允的感受。王允怎么说呀？李肃乐了，王司徒给您铸造受禅台。受，接受的受，禅就是写出来那个禅，这字是多音字，也念禅，也念善。搁在这儿呢，受禅，这是一个名词。这个名词最早的时候是上古时期啊，咱们老说唐尧禹舜、三皇五帝，就是那会儿有的。其实简单的介绍就说是在部落里边选首领。咱们一个部落，咱们大伙儿在一块儿啊，德云部落啊，咱们一直在一块儿愉快的玩耍。我带着你们打猎去啊，逮鱼去啊，蹦迪去啊，歌厅里唱地方戏啊，是吧？玩得很开心啊。但是慢慢我岁数大了，我不能再当这个部落首领了，我得找一个人替我。大伙儿你们选吧，啊，这么选那么选。我说咱们得公允啊，一定不能徇私舞弊。最后经过大伙儿的选举，哎，最后这活呢让给郭麒麟了。
如果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禅让制就结束了，那还是父传子家天下了，就是啊，就是大伙儿选，最后你们选了，哎，这儿有一个，哎，王胖子就是他，哎，好，我也认可王胖子，我得问问呀，会逮鱼吧？啊，打猎，地方戏会不会是吧？那他们蹦迪你睡着觉吗？是吧？符合这些个那可以，挑一个好日子，别下雨，同着大伙儿，我今儿把我这个让给他了，就这个叫禅让，叫禅让。上古时期这个还合适，但是在后来呢，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么十几次禅让，但是真实的禅让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争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禅让，就是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的让，都是皇上岁数小，身体不好，要不缺心眼儿，跟前儿有一个大臣，这大臣已经不行了啊，龙袍都做完了，就等着这个呢。最后，你禅让给我吧，个个如此。禅让是一个好听的名义，最后都是这小皇上或者这没辙了，得了，哭哭啼啼的，我心甘情愿的把这皇位禅让给他了，没有不哭的啊，都是哭着让，舍不得呀。所以禅让在后世其实就是抢夺皇位，但是会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词，让百姓还得看，我不要这个，玩了命的非让我当皇上。所以这个禅让呢，一般都得让好几次，得屡次三番呐，皇上得央给他呀。哎呀，这您来吧，我不要啊，来吧来吧来吧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来一个来一个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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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不要不要啊！我有一种通俗的方法让大家明白，您往回倒吧，反正这十几回，只要沾禅让，一定有一个哭哭啼啼的皇上，谁舍得呀？傻子也不乐意动换呐。但是不得不如此，这个叫禅让。那么那个主呢，叫受禅，接受你的禅让。啊，说这个现如今王允呐，给您弄一个受禅台，还得有仪式，找一合适的地儿哈，甭管是弄土、弄水泥、洋灰，给您弄这么一台子，摆上桌子，弄上香炉，到时候在这儿，您也得来，皇上也得来，文武群臣、保驾的、帮闲的、烧锅炉的、保安都站着看着。您二位跟这儿一客气，把这皇家玉玺给他，俩人亲切一握手，一照相，这就是政权交接。说给您忙活这个受禅台，高兴，发自肺腑的痛快，并且真真切切的相信。怎么呢？应该王允跟我好啊，我的能力已经折服了他，而且之前在家聊天我说了，我说我要是当皇上，你是开国元勋，他还给我磕了一个呢。所以现如今皇上一说让给我了，他给我准备受禅台，安排一切水到渠成，这些东西都是真的，没有问题。很高兴。李素，我昨天做了个梦，我梦见有金龙破窗而入，盘旋在屋子里边，最后把我卷在身上了。我这一惊，把我憋醒了。都说你聪明盖世，你给我圆圆这个梦吧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李素乐了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，称呼都变了，主公给您道喜。喜从何来呀？现如今您可不单纯是上父，面南背北，登基坐殿，95之尊。您有一朝人王地主，这个金龙进来把您盘上了，说明您跟这个龙合二为一，您就是那个龙，
所以说天下是您的。好，这个话是开心的钥匙。你要换一个角度呢，你完了。你老想当皇上，人家真正的龙皇上来了啊，缠你身上把你勒死了。你看这同样一件事儿，就看你怎么解释了。哎，这么一说，高兴，哈哈哈哈！好啊！行，那咱们准备准备吧，明日登城。是，明天准备离开梅屋，到长安去。当天晚上呢，董卓到后边看自己的母亲。老太太还活着呢。董卓这妈原文上说这一年93岁。要说汉末的时候一个人能活93岁，了不得了。现在谁活90来岁也可以了啊。到后边见老太太，你甭管这个董卓有多么的作恶多端、杀人如麻，干那个事儿天怒人怨，见着老太太依然是儿子的状态，300来斤一个小胖小子儿。上这屋来见自己的母亲，行礼问安，就坐在床头这儿。老太太一手就拉着自己的儿子：“儿啊，为娘我做了一个梦。你这不倒霉催的吗？不好好睡觉，娘俩做梦玩。我做了一个梦。哦，娘啊，梦见什么了？我就梦见在咱们老家，有一天呐，我跟着家里的几个人，就在咱们村子口那儿站着，野地里跑了一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很奇怪，这个大小那个状态像一个猪，大耳朵，鼻子也很大，前脸就是个猪，后边这个尾巴呀是老鼠的尾巴。看这样得好几百斤，就跑过来了。跑过来之后，跟前所有人都害怕，就抄家伙打他，就把他打死了，血流遍地。哎呦，我一担心，我就吓醒了。昨儿夜里醒了，到现在我就还琢磨这个事儿。你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娘啊，不加事儿，这个那可能是你想吃猪肉了。他这个圆梦水平不如李素，想吃猪肉了。想吃猪肉，这猪怎么还长个那个老鼠的尾巴？是什么意思呢？想吃老鼠肉了？不对，孩子，你说这不对。哎呀，反正是做梦也是经常的事儿，这个倒不重要。为娘我这几天老是心惊肉跳的，这个胳膊呀，这个肩膀啊，老觉得我这个肉蹦蹦的跳。儿子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娘啊，给您道喜。哪儿我就喜呀？圣旨下来了啊，这个天子要把江山禅让于我，我明天我就要进长安接受皇位去。您这个心惊肉跳，您说您这胳膊这肉蹦蹦跳，这就对了，因为咱们家身份不一样，这就说明天下大事嘛，它有个变化，它可能会有一些表现。哦，但是孩子，我不想让你走啊！哎呀，娘啊，江山大事我得去呀。娘怕的是你一去就回不来了呀。哎，娘啊，那怎么能回不来？你好好看看。哎，你哪怕是最后看我一次了呢？是不会说话啊。安慰老太太吧，这儿都安慰完了，还得回房间跟貂蝉再说说。貂蝉一听说怎么着，要回长安，哦，皇上把江山让给你，貂蝉乐坏了，心说行了，连环计呢该收科了，成功了呗，此一去有去无回呀。但是呢还挺高兴啊，得做戏呀，给您道喜，此一番
禅让成功，您执掌大地山河，万民之幸也。得说点这个话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董卓高兴啊！我进京啊，接受禅让，做了帝王之后，你就是我的正宫娘娘。貂蝉又赶紧跪下磕头谢恩吧，这一套东西是要有的。当天晚上就过去了，到了转天早晨起来，这个跟前这几百个甲士，随带着的兵将，所有人都准备齐了，这儿出来簇拥着董卓要奔长安，李肃跟着他呢，出门得坐他那车呀。前文书咱们说了哈，4个大轱辘啊，上面有一大躺椅，坐着这那个玩意儿，那个年头他能快得了吗？好在呢，这条路修得好，打梅屋出来这条路一直到长安城西北角，到横门那儿是直接的，就这么一条笔直大道。这儿跟家里人都告辞，说完之后，坐上他这车辇，甲士们催起人马，一直往长安走。走了大概10几里地，董卓坐的这车，咔嚓一声，有一个轱辘掉了，切了轴了。大伙儿吓坏了，哎呦呦，护驾护驾，怕他掉下来，300来斤，他摔地下得把地疼坏了啊！这儿扶着给搀下来，手下人吓坏了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别，看看怎么回事，检查一下吧。挺好的呀，因为这个车这个年，人家那年头也有专业的司机呀，像这个身份，他不得把车保养的特别好吗？不应该呀，看半天确实是，说再装不上了。你看这事儿闹的啊，这怎么办呢？那是还得赶路呢。骑马吧，啊，骑马，随着马也得有。你像这个人物出来对吗？不能光是一辆车呀，把马带过来了。董卓骑马是好手，文武双全吧？啊，马牵过来，他这马那都挑出来的，宝马良驹，那大蹄子跟海碗似的，心儿都是空的，踩在地上呱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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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之极。拽这丝缰，扶着马鞍子，左脚点蹬，飞身上了马，坐住了，拿手一拽这缰绳，好，赶路要紧。大伙儿也都该上车的上车，该上马的上马，还往前走吧。走了3、4里啊，他这骑着马，他得拽个缰绳啊，他这么一拽缰绳，也不怎么着，啪一下子，缰绳就断了。就这一愣神的功夫，这马也吓一跳啊，丢一下子，马稀溜溜暴叫，这俩蹄儿抬起来了，前蹄儿抬起来，扭打马身上，这大胖子咕隆一下子掉地上，所有人都吓坏了，哟，快搀，保驾，快，搀起来了。董卓站在这儿就愣了，不对呀，一出门车就坏了，一上马，马缰绳折了，啊，钢绳断了之后把我摔下来了。他站着不说话，李肃就过来了，主公，李肃，是不是有什么不祥之兆？这第六感觉来了啊！是不是有什么不祥之兆？哈哈哈哈哈！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！董卓心说：“差点没摔死我，我喜从何来呀？”以旧换新，您注定要换龙驹凤辇，金鞍玉佩。你看这玩意儿，灵就灵在这儿了。哎，老笑么滋儿的跟你说，多坏的事到他这一解释，好的了。
那破车不能再坐了，您是皇上了，哎，龙驹凤辇了。这马不行，那得金鞍玉衬呐。普通的马能让您骑吗？是不是？大吉利呀！哦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啊。哦，好，那来吧，把马又牵回来，把钢绳重新又弄了弄，两边有人扶着，来，上了马，还往前走，一共是250里地，走到将近100里的时候，就看这天气，猛然间就刮了风了。哎呦，就这风啊，呜，就跟猪八戒要来似的。哎呦，看这个天气怎么这么可怕？一会儿这风突然间停了，再往前走下了雾了，这都不挨着呀，怎么又有了雾了呢？董卓把马勒住了，就坐在这儿发愣，想这个事儿。李肃骑着马过来了，主公，李肃，这是何意呀？那意思怎么天这样了？是不是不好？李肃坐在马上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。好，你们都会了啊，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啊！李先生，我又喜从何来呀？哎呀，要换天下了，这是金风紫雾，老天爷迎接您呢！死去吧，那就啊！一点自己的判断都没有，人家说什么还真听劝。好啊！所以说这次的事儿，其实大功劳是李肃。要不然的话，他不出来，你弄不了他，根本就啊！你想这路上这几次起了疑心，但凡琢磨不对劲儿，回去，那他真完不了。连长安城在外头，他趁20万大兵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！你们弄不倒他呀！又何况吕布还是他的人呢？现在没翻脸，一定是他说了算的。800个机会都成不了，就是他一意孤行要去死。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。来吧，终于来在了长安，回去吧。回哪儿啊？先回自己的相府啊，也就是那个太师府，他自个儿有宅子呀，就是凤仪亭那个院儿，他得上这儿来，先得住。收拾好了一切，晚上睡觉，因为转过天来要进宫接受禅让，自己在屋里边高兴。哎呀，这是做臣子的最后一夜了。其实不光是做臣子的最后一夜，做人的也是最后一夜了。但人有的时候就这样，不愿意往那儿想，凡事都想好，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吃亏的原因啊！明天我就是一朝人王地主了。要说起来，我也不容易，由打西凉带着20万大军进了京，到洛阳之后杀杀砍砍，这一路之上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啊！尤其从洛阳出来，迁都到了长安，这一步一步的，也得亏了我自己的聪明才智。现如今天子禅让于我，这也是顺应天意民心，净往好处想啊，越想越开心。睡吧，躺下了，睡不着，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啊，自己还想可能是太兴奋了啊，又咕噜坐起来了，喝点水啊，想
明天我站在那儿，我的表情，我的状态，啊，我跟文武群臣我是怎么说话？这手啊，这手，俩手啊，跟皇上我还不能不客气啊，终归是人家让给我的了，我得怎样怎样，琢磨吧，琢磨差不多了，头天亮，算是迷瞪了一会儿。这天光大亮，赶紧起来了。怎么呢？说好了，得进宫嘛。这儿起来之后，洗洗脸，喝了点茶，吃了块点心，收拾好了，这儿出来，还得上他那4轱辘车，那撵都修得了啊。这儿上来之后，后边跟着他这400多甲士，拿着兵刃后边保护，在这撵的旁边站着李肃。李肃这儿挎着宝剑，往常李肃不挎宝剑，你文官挎什么剑呢？何况今天进宫，你挎剑干嘛？今天挎着个剑啊，就站在这撵的旁边，保护着老太师，陪您进宫啊。好，往前走吧。走着走着，猛然间董卓往旁边一看，就在路边那儿，行人道那儿有一个老道，一个道士。这道士手里拿着一根竹竿，竹竿上挑着一块布，这块布得有1丈多长，整个这块布上下写了俩字儿，写了2个口字儿。董卓看了看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李肃，主公，那个是怎么回事？哈哈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。